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保护板是如何读取镁解电池的电压的。它是通过这个单片机，通过导线控制这个 74HC595 这三个芯片。这三个芯片呢属于串联的，然后它属于一位寄存器，来控制这一排光偶的通和断，也就是一角的供电和停止供电，从而控制它的四三角的导通，从而把这个镁解电池的电压通过 1K 的电阻反馈到我们的 MCU 来进行镁解电池的分别检测。因为我们这个 74HC595 它是通过单片机输出的串行数据来准确的控制每个光偶的导通与截止，从而控制光偶四三角的导通与截止。我们可以测量一下，我们看这个光偶的四角和这个光偶的四角是通的，与这一端这个光偶的四角也是通的。也就是说，它把这24个光偶12个接在一起，12个接在一起，然后分别接电池的正负极。这样呢，它就能够分别对镁解电池进行电压的检测，然后呢，通过导线以及电阻加到了这四个管上。这四个管呢是一个防反接的场效应管，再把这个电压加到这个运放输入端，通过运放放大以后，从输出端输出，通过这个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把这个电压加到了这个单片机的 ADC 引角进行检测这个电压，从而完成了镁解电池电压的检测。下面我们就详细看一下这四个防反接场管的电路构成。我们放大一下。好，首先呢，它的信号是来自于这个光偶的四角，这边这个信号呢是来自于另一个光偶的四角。实际上这个电压呢是正负交替变化的，通过这四个场管组成的像整流桥一样的电路，但是它比整流桥的内阻还要小，然后输出到这端为正电压，这个负电呢加到这个负极，也就是加到我们这个芯片的负极。为什么要加到这个单片机呢？因为这个单片机与我们这个电池是隔离的，也就是说不是供地，而这个单片机呢是与我们这个主电源，也就是电池的地是同一个地，所以呢加到这个单片机之后呢，就能够分别测量镁解电池的电压。我们先看一下这四个场管的电路连接，这两个是 PMOS， 这两个是 NMOS， 下边 NMOS 的基极与上边 PMOS 的极电极接在一起，这个同样的也是 NMOS 的基极与 PMOS 的极电极接在一起。同时呢，这端的 PMOS 的基极与这个 PMOS 的极电极也接在一起，这个同样的是 NMOS 的极电极和这个 NMOS 的基极接在一起。同时呢，这端是极电极和 PMOS 的基极接在一起，也就是 NMOS 的极电极和 PMOS 的基极接在一起。同时呢，它又与我们这端这个基极极电极又是连在一起的。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详细电路。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端是电池的电压，这端也是接的电池电压，然后通过 1K 电阻反馈回来的。一般电池充满是 4.25 伏，那么这端为正，这端为负的时候，这个负电压加到了这个位置，这时这个正电压呢加到了这个位置，这时我们看这端是正，然后这端通过这个二极管过来为负，那么下边这个管导通，这端这个负电压呢通过这个管直接接地。那么由于这端为负，所以呢这个 PMOS 的山极为低电位，这端为正，那么这时加到这端，由于 PMOS 的原极电压高于这个山极电压，所以它导通，把这个正电压呢直接加到这端。当这端为负，这端为正的时候呢，是同样的过程。所以说这个电路呢，
设计的比较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保存一下。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